一口气带你读懂中国历史上那个激进疯狂的战争奇迹。在今天的陕西兴平，有一尊中国雕塑史上最具代表性的杰作，踏马扬手挺立，剽悍雄壮，马蹄下的匈奴人面目惊恐，虽然手持弓箭，却被马蹄踏在下面垂死挣扎。2000多年过去了，这尊雕塑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那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必马踏千里而诛之。这座雕像的主人究竟是谁？是一骑绝尘，击穿了草原大漠、蒙古高原，小小年纪就能封狼居胥，勇冠三军。又是谁在人生即将达到巅峰时，却如流星一般突然陨落？本期视频就让我们一起穿越回2000年前，去感受那份来自一个18岁少年的呐喊，去追随那场河西之战中匈奴人最可怕的噩梦，去领会大汉帝国双臂之一的骠骑将军霍去病。你就是霍去病，果然两眼如炬，贵不可言，贵不可言啊！要想知道霍去病有多强，就得先知道匈奴有多狂。首先，匈奴的来历很是神秘，他们仿佛就像是从草原上凭空诞生的一般。查阅史料，我们发现匈奴一词最早出现在史记中。对于他们的来历，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对这些人的来历进行了极为详细的描述。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也，日纯为居北边，随草畜牧而转移。也就是说，他们可能本来就是中原人，最早可以追溯到夏朝时期。随着夏朝的衰落，这些人开始向北迁移，逐渐演变成了后来的胡人。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与北方的游牧民族相互融合，并逐步脱离了中原文明。自秦王嬴政一统六国后，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与南方中原王朝之间的冲突和战争就从未真正平息过。这些生活在辽阔草原上的民族以其惊人的移动速度和灵活的战术著称。相传大多数的匈奴儿童在3岁时就被父亲用弯刀残忍地割过脸，其目的就是教会他们要学会忍受痛苦的滋味。这些匈奴士兵都轻装简服，很少在一个地区定居，以狩猎采集为生，以野味为食。他们在战场上迅速移动，看似毫无章法，实则是长期训练出来的一套闪电战术。他们的箭可以射中80码外的敌人，而且很少打偏。凭借套圈马牛的经验，可以在战场上巧妙地套牢敌人，并将他们从马背上粗暴地扯下，突拽致死。这种因素让习惯阵地作战的中原军队很是头疼。在汉朝初期，大汉朝可谓受尽了匈奴的羞辱。汉高祖7年，高祖刘邦亲自率军征讨匈奴，然而当时的天气条件异常恶劣，很多士兵都已经冻坏了手脚。抵达平城后，他们不幸被匈奴的40万大军包围在白登山上，汉军联络中断，粮草不济，孤立无援。在这种绝望的情况下，刘邦采纳了陈平的计谋，他派人暗中接触默读单于的王后鄂氏，并通过贿赂他来寻求突围的机会。这一计策果然取得了成功，刘邦和他的军队得以逃脱重围，向南撤退。经此一战，让刘邦意识到匈奴的军事实力不容小觑，因此他决定采取更为务实的政策来处理与匈奴的关系，实质上是对匈奴称臣，每年纳贡。刘邦驾崩后，飞扬跋扈的匈奴单于居然给刘邦之妻吕后发来了一封表白信，信中语气肮脏不堪，充满调戏之意，甚至提出了让吕后嫁给他。面对如此奇耻大辱，堂堂一国之母的吕后也只能忍气吞声，客客气气的回信，称自己早就年老色衰，美貌不再，无法再服侍大王，婉拒了匈奴单于的告白祈求。到了文帝、景帝时，大汉朝依然不敢招惹匈奴，
只得采用进贡金银财宝与和亲的手段讨好匈奴单于，换来暂时的安宁。然而，尽管汉朝做出了这样的妥协，匈奴仍时不时就侵扰一下汉朝的北部边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但是，历史发展到汉武帝时期，匈奴人的黄金岁月即将终结。得益于文帝和景帝时期的文景之治，汉朝积累了丰富的物资和兵力，国家实力显著增强。汉武帝刘彻决定不再忍受匈奴的欺压，是要与匈奴展开决战，一雪前耻。也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霍去病这个只为匈奴而生的战神便开始崭露头角。大汉和匈奴之间长达100多年的攻守，也即将迎来第一战年少封侯。霍去病是大汉明卫青亲的亲外甥，是个私生子，是卫青姐姐卫少儿和别人一时兴起冲动的惩罚。后来卫子夫得汉武帝宠幸，被立为后。在短短几年间，整个卫氏家族迅速崛起，平步青云。霍去病也因此成为外戚权贵中的一员，获得了武帝的特别青睐和提拔。他自幼就表现出了非凡的勤奋与好学精神，小小年纪便精通骑术、射箭等多项武艺，深得汉武帝的喜爱。公元前123年，他以飘摇校尉的身份跟随舅舅卫青出击匈奴。飘摇意为勇猛晋级，一听就是个非常拉风的男人。正所谓初生之犊不畏虎。霍去病一再请战，卫青挑了800名英勇强壮的骑兵交由他指挥。由于马镫在当时已经得到了广泛生产和使用，汉军的实力与汉朝初期相比有了显著的提升。他们的兵种已经进化，拥有了自己的骑兵军团。初披战袍没有任何实战经验的霍去病，凭一腔热情和血气之勇，率领着800名精锐骑兵勇往直前地奔向北方的辽阔草原。在这片杳无人烟的广袤之地，随着黄昏的临近，他突然发现远处出现了一群可疑的黑影。凭借直觉，霍去病判断那正是敌军匈奴的营地，于是迅速下令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起突袭。由于匈奴军队完全没料到汉军竟能远道而来，发动攻击，顿时一片混乱。霍去病身先士卒，率先冲进敌营。他带领的800名骁勇的骑兵也展现了非凡的勇气和力量，将匈奴士兵打得四处逃散。最终，霍去病以一场压倒性的胜利结束了这场战斗，凯旋而归。此役斩首俘虏2028级。而在这2000人当中，既有当时匈奴单于的叔爷、叔叔，还有包括匈奴相国在内的一大堆达官权贵。消息传回长安，汉武帝大喜。汉匈之战100多年了，汉朝从没有如此扬眉吐气。他立刻封霍去病为冠军侯，冠军二词也因此得来。那一年的霍去病年仅18岁。你的18岁在干什么？是不是还在我爱你，你爱他，他却爱着我的他？而他的18岁就敢带着几百人直接深入敌军腹地，在没有补给和导航的情况下，准确无误地找到匈奴王的位置，并且将其斩首。因此，小编不禁怀疑，霍去病会不会是汉武帝秘密开发的一个第三方开挂软件？因为被系统管理发现了，所以赶紧删除 bug，紧急修复脚本。就在这时，重振男人雄风暴的记者也有幸采访了当事人汉武帝，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我汉室70年来对匈奴屡战屡败，以致士气蹉跎，国威沦丧。这种局面从今以后必须彻底扭转。朕此战就是要明明白白地告诉世人跟匈奴人，从此以后攻守一行了。寇可往，我亦可往第二战。河西之役。公元前121年春，霍去病升为骠骑将军。汉武帝命令他进行第二次河西战役，并指派河齐侯公孙敖一同前往。同时，为了阻止匈奴左贤王增援河西地区，
武帝还派遣了李广和张骞率领1万多名骑兵攻击左贤王的部队。有了上次对战的经验，霍去病仔细分析了地形，决定采取一种迂回战术。他带领着庞大的军队，首先渡过了宽阔的黄河，随后向北穿越了苍茫而险峻的贺兰山脉，仅用6天时间就横跨1000多里，径直插入匈奴的核心区域。出其不意地从侧翼发动了对浑邪王与修图王大军的猛烈攻势。面对有备而来的汉军，毫无防备的匈奴军只能勉强招架。此战汉军仅伤亡3000多人，杀敌3万多人，俘虏匈奴各部族首领相国都为2600多人，并顺带夺走了匈奴人祭天用的圣五金人。汉武